注意看，一个顶尖的盗贼遇到指纹锁会怎么办？先是找到透明胶带，再找到502胶水和一个铁线圈，用牙啃下一块胶带，在门把手上这么一粘，将铁线圈放在胶带上做模具，用胶水把线圈注满，打开煤气罐，用小火慢烤24秒半，取下烤好的胶水，no 怕雷。放入指纹槽识别，轻松搞定。可进屋后竟发现还有一扇门，而这道门可就不简单了，用的是泰坦尼克号一样的钢材。那么就是说，这是一道钢门。那就让钢门遇到冰山，将吸盘固定到钢门上，用小电钻在门上开个口，将充气垫充满气儿，用漏斗往孔中加水，然后注入氮气降温，把水变成冰，挂上棉被，将充气垫踢到门前，躲在墙后倒数3个数。有谁？可进屋一看，男人有点懵登，嘎嘎一嘎死，除了几瓶汽水，只有一套皮夹克。贼不走空，只好把皮夹克带走。殊不知，今晚发生的一切都被一只背着摄像头的蚂蚁悄悄地记录了下来。一切都要从几天前说起。男人叫李宝库，乐于劫富济贫，刚刚刑满释放，次日就找了一家冰激凌店打工。可没干几天，经理就发现了他有前科，狠心地将他辞退。屡屡受挫的他找到了狱友小胡子，而他正在密谋干一票大的，邀请李宝库去偷宝库。可李宝库却不想再进监狱了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这一天是女儿小花生的生日，他送给了女儿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前妻的现任警察男友对他很是不待见，前妻也将宝库请出了家门。什么时候能支付赡养费？在讨论探视孩子的问题，宝库也只好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女儿。看到女儿的笑容，宝库还是动摇了。他重新返回了小胡子的家，同意跟他们干这一票。先是将汽车改装，然后计划好行进路线，随便的借一副别人的车牌，制作了一块庆祝胜利的蛋糕。行动开始了，将目标附近的手机信号切断。李宝库登场，3米来高的大墙华丽的转身越过，一个箭步顺着管子跳到了阳台，打开配电箱将警报解除，顺着窗户成功的进入了房间。而这一切都是这个人为他量身定制的圈套。这是一套神奇的皮夹克，皮夹克的腰带上有一只绿色的液体。看着这酷似奥特曼的小面具，男人决定穿上那么一穿。双手的虎口处有2个小按钮，按了2下没有反应，再按一下，呼嚓一下子，身体竟凭空的缩小了，径直的摔进了这小小的浴缸中。宝库还没等嘎嘎一嘎嘎，好基友小胡子就要洗个泡泡浴，水龙头打开的瞬间，犹如海啸一般的向他席卷而来。宝库挠挠的跑，洪水挠挠的追，任你插翅也难飞。巨大的水流直接把宝库冲到了地上，地砖都给干稀碎。猛然间，一条巨型的裤腰带砸到面前，躲过的瞬间掉进了下水管道，顺着砖缝穿进了楼下的迪厅。飞速旋转的碟片遇上这撑天杆，直接被弹飞到地面。各种巨大的酸臭小脚对他轮番的踩踏，几次的旋转跳跃，宝库被一脚撅进了下水道。再一抬头，这小小的杰瑞还呲牙咧嘴，我跑行吧？借助捕鼠器当跳板，嗖，啪啪！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宝库变回来了。趁着夜色，宝库马不停蹄地将宝物归还，越过板帐子，一记侧滚翻，干啥呀这是？我来还东西的呀！面对20多台警车的堵截，宝库只好妥协。正在警局里懊悔的宝库，3只蚂蚁拖着 P1 走进了他的视线，蚂蚁一碰 ，P1 变成了正常的大小。此时蚂蚁开始了倒计时，宝库来不及犹豫，慌忙地穿上了这套倒霉的衣服。巡视的看守一看人没了，彻底懵了个嘚儿了。变小的宝库在看守的腋下溜走，按照语音提示，宝库钻出门缝，跳下了楼梯。此时蚂蚁军团向他包围过来，甚至还有一台蚂蚁直升机。按照提示，他只好骑上蚂蚁，穿过城市来到这夜晚的高空。由于首次开飞机，紧张的宝库直接晕了过去。当他醒来，眼前站了一位短发美女，女人带他下楼见到了语音里的神秘老人，老人叫油门，女人叫大辣椒。这一切都是油门给宝库安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检验他的身手，让宝库帮他偷一件东西。多年前，油门研究出能使人变小的皮姆粒子，钢铁侠的父亲让其贡献研究成果，被油门拒绝。他创建的皮姆公司也被徒弟秃子夺走，并研究出了一件黄蜂战衣，准备卖给九头蛇打造黄蜂战队。董事会的大辣椒会全程配合宝库，将战衣偷出来并且销毁。宝库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也开始了他的特殊训练。他需要自由的变换形态，从锁眼中跳出。看似很简单的训练，宝库失败了300多次。大辣椒亲自交上了自由搏击。
油门也给了他专属武器，红色缩小标，绿色放大标。宝库也认识了各式各样的蚂蚁，随着与蚂蚁的配合越来越默契，宝库也能用意念指挥着蚂蚁。这一次的任务，去偷神盾局的一个干扰器，可刚到了楼顶，就遇到了巡逻的猎鹰。宝库索性将自己放大，用蚁人的身份想跟猎鹰比划比划。猎鹰上前一抓，蚁人直接变小，哭哧就是一上勾拳。猎鹰借势起飞，定位了蚁人，上去一顿大脚把子，蚁人跳到肩膀上一顿暴锤。猎鹰开枪扫射，枪口的蚁人有恃无恐，骑上了安东尼就飞进了神盾局。猎鹰随即也追了上去，而此时的摄像机里，蚁人不见了。男人牵着一只小白羊，将其放在了实验台上。随着气管子黄色液体的注入，机器喷射出了6道光。定睛一看，小羊变成了脚趾盖般大小。宝库也拿到了干扰器，黄蜂行动正式开始。小胡子扮成安保混进公司大楼，100拳闷倒了安保队长，然后将进水阀调小，蚁人瞬间变小，跳入了下水道，在火蚁搭建的小船上一路冲浪，借助火蚁搭建的天梯进入换气管道，驾驶安东尼飞进了通风口。大辣椒将干扰器放在了机房，蚁人在一个个主机中穿行而过，带上狂蚁爬上各个电器元件，一声指令，电光四起，服务器上的所有备份数据都被清除。火蚁将炸弹安装在了黄色粒子，蚁人来到了黄蜂战衣的入口，丢下了一枚螺丝钉，将机关栓关闭，挂上安全带，顺势跳下。正要摸到黄蜂战衣的刹那，战衣却突然消失了。原来秃子早就料到了一切，准备瓮中捉鳖。此时一把枪对准了油门，大辣椒顺势夺枪，双方陷入了僵持。蚁人2发放大镖丢了出去，玻璃瞬间炸开，蚁人几招干翻溜达筋儿，可此时的油门却中枪倒地。光头转身带上了黄蜂战衣，跑出实验室，坐上了飞机准备逃跑。此时宝库带领非蚁军团赶来，秃子拿着左轮连续射击，也击中了宝库的坐骑安东尼。此时的宝库被激怒，扑哧一拳打碎玻璃跳了进去。秃子见状一顿射击，正在此时，轰的一声，公司大楼被夷为平地。而刚刚油门拿出了一个坦克玩具，一辆重型坦克破楼而出，父女2人才逃过一劫。此时光头已穿上了黄蜂战衣，对着宝库就下起了激光雨，紧接着就是一记重拳，2个小不点将飞机揍的是人仰机翻，2人掉进了箱子，滑出了飞机。箱子在空中转了188圈之后，掉入了泳池里。此时变大的黄蜂跳出水面，奔向了正在聚会的一家人。蚁人猛然出现，将黄蜂扑倒，黄蜂顺势将蚁人撇出窗外。黄蜂乘胜追击，蚁人拿起球拍，嘎巴一拍子，将黄蜂镶在了灭蚊灯里。此时连桥赶到了这里，一电击枪将宝库击倒在地，被电击的黄蜂再次强化。此时连桥的车里传来了自家被袭击的紧急通报，连桥油奔到底赶回了家里。宝库戴上头盔，变成了蚁人。当冲到女儿的房间时，黄蜂已经挟持了女儿。女儿看到了父亲的出现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蚁人丢出一个缩小标，把黄蜂变小，带着蚂蚁大军对黄蜂展开了人海战术。被强化的黄蜂凭借火力压制，瞬间扭转了局面。打不过缩小的你，那就将你放大。黄蜂这么一躲，放大标直接将子弹蚁放大，又是一标，胳膊一长，小火车直接干出了房子，子弹蚁也跑出了房间，吓得众人懵登嘎嘎一嘎死。为了保护女儿，蚁人直接打开了亚原子开关，直接缩小成了亚原子级，钻进了黄蜂战衣的主机。随着核心的破坏，黄蜂消失在了空气中，而蚁人开始无限缩小，小到时间和空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缩小到一片虚无之中。在无尽的深渊里，他听到了女儿的呼喊，将蓝色变大标装进了腰带。一瞬间，时间仿佛倒流，宝库也回到了女儿的身边，他也成为了女儿心目中的大英雄。油门打开了房门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，索性将珍藏许久的蜻蜓战衣送给了大辣椒，而小花生也拥有了自己的宠物。散会。